一眨眼10年过去了，这期间万代也用新技术出了几十台通贩 MG。可为什么每当有人问我想买个 MG 有什么推荐的时候，我还是会第一个推荐卡牛和卡莎呢？刚好啊，前一阵有一个老板找我这边的小伙伴代工了一套卡牛卡莎，而且啊，由于老板非常喜欢内购，所以要求是一半带外甲，一半只露出内购的，还要配上仿酱牛酱莎的底台。我一看这挺合适啊，刚好能从里到外的把这俩经典模型给看一遍了。相信通过这次介绍，也能让大家理解为啥卡牛卡莎至今仍是 MG 界的扛把子了。其实这些年代工做下来啊，我也对有代工需求的部分玩家的购买取向有一个基本了解了。要说量最大的还是独角兽，光 PG 我就做了小10台了。其次呢就是卡莎了。是的，卡莎要比卡牛的代工量要多很多，也就是说买卡莎的人啊其实是更多一些的，搞得全网都在涨价。所以现在拼多多搜万代 MG 卡莎，价格呀都要510左右。当然了，卡牛也是全网涨价。现在拼多多搜万代高达模型，卡牛价格啊要330块左右。大家想买的话，其实只要叠一个券就是全网最低价了。而如果要简单概括一下卡牛卡莎好在哪里，那我觉得就是它基本做到了全方面的强。其实如果说单论内购，卡牛卡莎虽然是 MG 里数1数2的，但我觉得啊，前面至少还要排一个钢坦克和龟霸。可是这两个机子的外观呢，又比较朴实无华吧，所以就算内购再好，外观就把一大部分买家给刷走了。而卡牛卡莎呢，不仅内购细节丰富，随便比图一下都是能有不错的表现。他们的外甲更是有着不少镂空分色和细节处理，加上他们本身机设就非常出色，可以说啊是绝对符合大多数玩家的审美了。能做到这一点的 MG 其实就已经是屈指可数了。再看看玩法，虽然有些 MG 产品啊会有非常别具一格的玩法设计，但卡牛卡莎呢就已经兼具了爆甲、液压杆联动、外甲联动以及特别结构联动了。基本上除了可有可无的一趴变形，买一个卡牛卡莎 MG 拼装的乐趣啊就已经是全部体验到了。我觉得这也是卡牛卡莎最大的卖点了。如果说外观与内购的协调以及玩法的设计是速组玩家就能够体验到的乐趣，那么对他们进行各种配色搭配，就是面对喷涂党最大的吸引力了。就拿卡莎来说啊，基本上每次有老板找过来，都会提出不同的客制化配色方案。但我这边啊就做过白纱、黑银纱、黑金纱、金属红纱、电镀红纱和消光红纱，搞得万代出的青花瓷纱我都没时间做呢。而且由于卡莎有着非常多的内购露出细节，所以啊，尽管每次老板都会提出他们想要的大致配色方案，但具体到细节上该如何分色，对于我来说呢，都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像独角兽啊，做个几台我就已经是腻歪的想吐了。可卡莎呢，我是真的是百做不厌。不知其他玩喷涂的朋友啊，有没有这个感觉哈？不过说了这么多优点，我们也不得不说说他们的缺点。一个是软，毕竟啊，他们是赶上万代 MG 最软的那个时期。卡莎还好，四肢粗大，本来啊就没啥可动，最影响摆姿势呢，也就是这个脚尖的 C 扣了。而卡牛可就遭殃了，我手里这台啊还是喷涂完的，拿在手里边就软塌塌的，更别提那著名的一碰就掉的浮游炮了。对，卡牛卡莎的另一个缺点啊，就是容易掉件。卡莎是后腿甲这里以及在展开时呢，肩膀上的喷口和侧裙甲部分都很容易脱出，而卡牛这边呢是背包上的零件以及手甲上的部分很容易掉。而且卡莎是有联动，卡牛是要把外甲卸下来实现爆甲，你还都不能粘死，这不得不说啊，确实挺难受的。但话又说回来，天下毕竟没有十全十美的模型，就算卡牛卡莎有着刚才说的这些问题，但他们的综合素质绝对是 MG 里边T0的存在。所以啊，如果还有没做过他们的小伙伴，又最近刚好想要买点模型玩玩，那就不要犹豫，买下他们吧。没拼过卡牛卡莎的胶老人生，真的是一种遗憾啊。